那你怎么样的心情看待？尊重，而我一向不会逃避任何公民的检视。我想我们基隆人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纷扰，那今年我们会再一次勇敢的面对这一切。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一直在喊大罢免治百病扛受罪的立法委员林俊坚，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五哥，大家好。好，那大罢免是不是真的治百病？但最起码看起来，不管是从预算解冻的一些案子，那包括你昨天看到蔡英文在节目里面讲说，最近那些委员会都非常的顺，在解冻或所有的一些案子里面都非常的顺，真的是这个样吗？为了避免增加仇恨值，那蓝委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从去年总预算案一直到现在。真的在弃守这一块吗？还是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一些的隐情呢？但除了这个以外，你也看到，包括当中央说要删地方的补助款以后，是不是表示其实蓝委很难在这所谓的钱的问题里面，不管在解冻或者地方补助款，很难从这个泥沼里面脱身吗？那如果这样，怎么去面对所谓的大罢免的三阶呢？今天基隆先排，好不好？大家都在等林佩祥这一席到底是不是会是30比几，还是31比几？好，那今天上午罢团正式先排123%，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对于要罢蓝委的话，有31席，当然最后你还要看那中选会审核完以后大概是多少。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31。那对于蓝营要去罢免绿委的这一部分，那2或是几真的能成型吗？该不会真的是对很多国民党人来讲的话，非常担心看到一个31比0呢？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创下确定31就摆在那了。林佩祥也加入了所有同志的行列了。31的话是从35个里面达成率88%啊。这非常高的一个达成率，良率直逼台积电，对，直逼台积电良率了。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当整个基隆罢团送件之后，我相信傅昆萁、徐巧芯这前30个前辈，一定觉得非常的窝心。林佩祥主动而充分的发挥了患难与共的同志精神，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把自己送上去，达成率123%，然后呢，成为第31个送件的。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去送件，然后这里面当然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当边缘人这句话出来之前，其实那时候还差6000份，那只剩这么几天，其实你要看到像谢依凤差7000份，最后怎么拼都拼不出来，是很难的。然后原来预估可能是100几，因为呢34个罢团都去帮忙了，结果是123，然后这123里面呢，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呢，从现在开始。第3阶段就从基隆开始快乐的出航，这里面呢有个画面，这是那个整个基隆罢团出来的一个画面。你看到做到这个良率多专业啊！这个柜子里面一个里所收到的，然后做的这么专业，然后进行查核、进行比对，然后做到这么的仔细，所以这个良率可以做到这么高。然后呢，为什么做？我说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去年有罢过，谢国良，对。所以基隆其实是有点疲态，其实像皮金儿他们呢，我知道是林佩祥没有自己跳出站在火线之前，他们总共动起来的人2只手指，就这么少人，所以很艰辛，很辛苦。结果一个林佩祥让大家全部都过去了，让大家都开始觉得说我不是边缘人，99的非边缘人对1%精英的一个战争，是把他整个冲上去。那冲上去之后，而且呢。各个地方他们怎么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经验传承，通通都上来了。所以呢，现在他们志工已经超过很多倍。然后呢，专业的能力、良率的能力，你光看到这个图板，这个图板不是只是边缘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良率。这个都是今天新北还有16路被收。国民党，你们的良率跟他们比，国民党要觉得丢脸。然后什么叫做快乐的出航呢？因为呢。立法院继续延会，所以区域立委有林佩祥，不分区立委有翁小玲，所以我相信上一夫先前的预言才是最精准的，没有冷却期。国民党会不断的自己添加柴火。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当大罢免进入31比几的这个阶段，来，双公，
好，看起来这个阶段真的，你本来在节目里面讲，一开始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但是一路烽火连天的，到现在变成31比几，等一下也会问小平啦，因为国民党要把那2席现在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可是现在看起来，光这个样，包括媒体有去统计，为什么罢团现在还在推荐？是因为觉得如果不到130。他们会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嘛，因为中委会审核的时候可能会踢掉一些啦，或者怎么样，这也是 Thank you 到现在那个头发还不理的一个原因嘛。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可是当有18个媒体上大概统计有18个蓝委已经破130，其他的都还在补念。对国民党来讲，你觉得现在国民党现在该怎么样面对这些？林佩祥他从头到尾这件事情他没有跟你讲道歉哦，他最近还在媒体上面他也讲说。对啊，他到底说错了什么？大家一定要是这个样子，甚或扭曲所有这些。可是事情摆在眼前，就是一定会有人感受，他就是不舒服啊。林佩祥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你回过头来，那个傅昆萁也说过一句话：我做错了什么？请 Google，很多人会告诉你，你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当然，现在有18个人过130嘛，当然。今天林佩祥是123，他是罢蓝委里面最后一个送件的嘛。他大概如果你推估的话，以林佩祥为最后底线的话，大概是40天的查对期是到7月2号。好，7月2号以后，如果宣告成立罢免案成立的话，就在20天与60天之内要进行投票。所以我们大概估大概7月会是第一波投票。那第一波投票呢？看来这18个应该会在第一波了。那第一波里面呢，最麻烦的一件事情都是高仇恨值的都在这里面。所以你如果要补件的话，他可能再往后要推到1、2个月之后，他可能是第2波投票。那我说过，如果真的造成这个情形的话，第一波跟第2波的投票会有2样性，因为仇恨值高的。指标性的，全部都在第一波。那第一波这样打下去，国民党面临的状态可能会很惨烈。如果目前看来，第一波有罢绿委的可能性几乎趋近于0了。因为他们2个，就算最有可能的2个，大概都要6月才能，他的。2阶送件的底线是6月嘛，7号，对，6月嘛，所以他可能会跟第一波脱轨。第一波脱轨以后呢，你会发现第一波的投票全部是罢蓝委。是，这个对国民党氛围来说，你要打防守战的空间相对会被萎缩。因为你没有对手。基本上公民发动的跟国民党发动的在罢免案。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形成不对等，31比多少不知道，但确定一定是不对等。那不对等了，还要继续不对等打下去吗？这打下去必定，我是觉得失败的空间太大。第二个，你看到总预算，蔡英文他们都说都很顺，很顺啊，很顺，但是问题是。有些委员会，国民党跟白营根本就不出席嘛。不出席的话，全部都民进党的有意无意通过。那为什么不出席？很简单一件事嘛，当初冻结喊得这么凶悍，3月21号，3月21号总预算历经复议到总统公布是3月21号，距离现在2个月，这2个月。就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防或是其他有重大的什么改变，让你都觉得当初冻结的理由都不存在了？这国民党自己要，对啊，你国民党自己去面对嘛。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很顺？因为大家都想避开仇恨值嘛。对，大家都想避开了嘛。因为去举手，大家说那你当初解冻喊成这样，你为什么条件有变更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赞成 ？OK。那不去，大家就笑说：“你看吧，你们连解冻你们也不敢去。你看，原本要通过的2个公投案，那个反戒严，移转投票，他们现在也跟你宣告说时间来不及了，因为要90天公告期。好，然后你看今天黄国昌提这个案子，他们竟然可以，立法院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辩论1个上午的？
从去年5月17号那个冲突，沈伯洋从台上被推下来，到今天，什么时候看过这么理性的大家来辩论呢？没有了吧？你看5月17号的狠劲，跟今天对比，你想想过去。民进党从委员会选罢法，什么立法院职权法啊，我们要发言，我们要停止讨论，停止讨论。财政收支办法从委员会出来的过程3分钟，选罢法+1出来的过程3分钟，到院会12月20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个人发言停止讨论，一个人发言停止讨论，一路过下去，就很简单一件事啊。国民党不敢打了，你是要呼应林俊胜委员的大罢免治百病？对，治百病了。你不然，今天你看一下，3月25号逕付2读2个公投案，国民党的；4月18逕付2个公投案，民众党的；5月16过了2个公投案，反废死跟那个核三重启案。那还有另外2个案，讲白一点的话，以国民党的狠劲。你5月16号4个案都可以过啊，要打来打啊，要杀来杀啊，现在为什么不敢？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嘛，罢免案就摆在那边嘛，能退则退，能不强悍则不强悍，能温和一点温和一点，啊，不就这样了吗？那让林俊宪说那个什么罢免治百病，治百病，治百病了，连执政党政府的问题都治了，因为大家都看不到了，那个大家都看不到了，救了秉承，全部都看不到了，都过了。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一些大家可以讨论的，包括行政上啦，或内阁上一些问题。今天大家都不用去深究啦，不然就是事情爆发以后2天就过去了，又回到大罢免。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一些大家可以讨论的，包括行政上啦，或内阁上一些问题。今天大家都不用去深究啦，不然就是事情爆发以后2天就过去了，又回到大罢免。因为这个国民党、民进党只要犯错，你就发现隔1、2天，国民党犯了错，就把他压过去。你是说经济部长吗？好，我都一样，都有，不是只有经济压过去嘛？然后你看林沛祥的案子。林沛祥之前一直说差6000份，对啊，差6000份，他的门槛要30394，差6000，如果差6000的话是24394，结果今天送了38000，38000，多出多少？13000多份，从只有80%跳到123%。43%，跑出来43%，1万多票，而且你要把那个时间点如果再摆进去的话，5月11啊，对啊，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到后面了。他就讲那个边缘说，就从5月11号上某电视台讲出来的嘛，某政论节目讲出来的嘛，一路到23号12天。今天送件，然后如果你要加上造册的话，顶多压到8天9天，因为后面都要拼造册嘛。你一算，13000多从差6000，然后整个到联署过程当中差6000，然后在这短短的8、9天多出13000多，13000多，你就知道国民党里面犯错的能力有多强？一个人上政论节目，可以在短短的8天催出13000多份的联署书。你说这个犯错能力有多强？而且如果照上公刚才讲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那个联署一定是越到后期，说实话是越难连，因为有意愿想要连的，照理来说在前面大概都会有那个热情都出来，后面你要吹或者甚或后面34个霸团，齐聚光明顶的那个状况。好了，小平我们就直接来讲，第一个对国民党来讲的话，31一定想都没想到。第二个刚讲到这18个超过130的。对国民党来讲，还有一个觉得要比较严重的是，大部分都集中在都会区，台北、新北、台中，
这几区加起来大概就已经超过了大概10几席。4个直辖市23席，你看，那碰到这样，而且超过130，观众朋友，大概有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要超过130是安全门槛？我来宾有在节目里面大概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当然你说怕被剔除的嘛，越多越好，好130，那为什么抓130？来宾有解释说，因为门槛如果罢免第3阶投票门槛是25%，那如果130的话，他算的是一个人再拉一票，这样就变26%。所以他们会把130设定为一个门槛的原因在这。OK， 小平，对你们来讲的话，面对这些，如果再加上刚才上工算给你看林佩祥那个8天要催出这些，你自己发动过联署，对，你知道那个难度跟所有这些，所以对国民党来说，第一个要怎么样面对这些，而且往后3阶。那这些词一定还会被拿出来一直用啊！司法战启动以后啦，我现在不用花时间讨论司法谁对谁错。OK， 3年前我罢林昶佐， Yeah. 这次主席交代我，戴其清交代我啊，主委嘛，然后我们帮李孝亮比3年前我自己弄难100倍啊。为什么难100倍？好，我举例说，我以前在双河市场青年公园摆摊哈，你摆一个下午可以连100多份，现在连2份，就大家会怕。然后那大家也灰心也怕，反正这种情绪再拉回来林佩祥，或者就是决策就战略是不可以错，战术错有弥补的机会。基隆战略错在哪里？干嘛去搞那个议长跟另外2个议员？那个议员那个女生我还叫不出名字，还代表民进党选过立委，你知道那总是第一名的是最优秀的市议员。那同时呢，因为他要罢他。而变成把连那个群组里面的谁发动，把那个也赔进去了，市长的声誉跟民政处长都赔进去，这个买卖实在太不划算。这是1，我讲2，那就变成差了6000份，差了8000份，迅速1个礼拜之内，全部5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同时出现在基隆这个小地方，人口才30-40万，有超过500个志工，因为全部都跑去了嘛，其他都连完了嘛。是啊，不，时机也是倒霉。不是因为你讲了边缘人以后，每一个霸团，你可以想象那个心里面的，就是为什么我会变边缘人，然后你叫 top 1%。第3，有钱人的原罪，一个叫连胜文对，那时候不是住那个地堡啊什么，然后那个2014那个你们支持的柯文那边装死说其实很有钱，他装到他没钱嘛，怎么啊，然后刻苦啊什么。那现在他们你对，谢长廷为首，推荐还有赵伦雄，就推荐他嘛。然后呢，就是这个1% 啊。这个事情就是我所谓要重修新闻政治学，他讲的事情绝对不是他自己，而讲立法委员，可是当你从你嘴巴讲出来的话，112个立刻白涂掉就是你，当然，那你会怎样？那叫做阶级斗争，这最擅长的共产党跟民进党最厉害就出手了，阶级是无坚不摧，你知道吗？那达到，那你现在有没有钱？有钱。那就麻烦，你没钱也没什么大事，有钱就有事。好，然后呢就被延上，大家还是政治家族，就被延上了。那延上已经很惨了，延上之后该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把他这个化骨绵掌，把他就是用太极这样转掉那个卸力，是不是？他选择不是，他选择这个叫做正面迎战，九阳神功，对，就是我跟直球对决，硬碰硬的硬碰硬的结果就是1个礼拜连了1万份出来，就刚上一夫讲这一段哈，好，那我不是描述事实，我们描述历史是希望能够创造未来，而林佩祥不会罢掉，对吧？好，现在开始，任何的委屈，任何事情。这时候，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字都不要讲话。可是他不会，他不会不讲。不，我只是我建议，我是他同事，虽然他常骂我，我也是。他叫你不要管我们既有的事情啊。是吗？那我们讲了方和生里长3番2次，方和生里长也没有党纪。那我选很多次了，特别是我选被国民党提名立委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蔡英文跟吴佩益帮吴佩益站台啊。有这个事吗？是吗？ OK， 那我有没有讲？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吧？我有讲吗？那党内的领导阶级全部一个个打电话给国民党里长跟国民党的常委说不要投中华，不要投虞美人啊！我有讲过吗？真的啊，是党内。那我为什么要隐忍到现在？党内谁？我们小平，我没有听错，党内谁？党内的那个就是叫市党部的高层，好不好？这样讲，我也没讲。现在在外面在里面。我跟你讲嘛，我是候选人是脆弱的，我们忍耐。
当初闹的话，结果会更坏，对不对？我们选择忍耐。我讲的忍耐，有时候很苦嘛，那个还算了，反正就是这样。宝宝苦，宝宝苦，宝宝心里苦。那个跑去基隆哈，所以好，这些都描述完以后，我只谈一个结论：对错不重要，委屈也不重要，就是不要被罢掉。基隆是一个民风保守而新兴人口，你可不可以用淳朴？淳朴，不要说我们保守嘛，好，民风淳朴，民风淳朴，就是换句话说，新兴人口相对少，因为到新北的多，就是台北市的那些小夫妻，到基隆的新建案没那么多，没那么多，所以这是有绝佳的机会让25%达不到。OK， 好，那如果真的这样，我讲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重要是不要被罢掉。这个跟台北市徐小清他们真的是不一样的选区。基隆，第一个比较懒，第二个民风质朴也可以，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其实他现在弄还来得及。OK， 不要去想热战，你有极大空间达不到25%，因为蓝绿的比例，因为他们的新兴人口你们新兴人口没那么多。因为所有的今天其实就是坏在哪里？坏在年轻人跟女性的上班族，他自以为发挥母性。那我本来工作 full time 是工作，现在是 part time 是工作 ，full time 是来联署站。什么皮金儿啊，什么这些阿美啊，这些人嘛，你把这些女生惹毛了，所以造成今天一个这样的比较窘迫的一个局面。但基隆到底还是力有未逮，跟台北市不一样嘛，那5个区，所以我认为还有很大的机会。可是此时此刻，真的文传会派人去辅导他，然后不要都任何委屈都不要讲话，讲话就中了民进党的计，中了霸团的计。你要不要打电话跟林佩祥讲？我没他电话，我跟他约他打篮球，好吧？对，你约他打篮球，跟他讲一下。我可以帮你要。你就跟他讲说，约一下在基隆的中正公园上面那个篮球场去打一下，打篮球，对不对？聊一下。洪俊哲就是在那个中正公园一阶一阶楼梯，一阶一阶楼梯，他就叫他胯下运球，运掉下来就重运了，差一阶都没有哦，所以他运球这么厉害，就造就了洪俊哲嘛，基隆的传奇篮球传奇。所以此时此刻一定要当基隆的冷气机，宁静无声。好，那如果这样，来追伟，你自己是在台南，有面临过这样说，我也没看到摆摊，为什么会变得看到有一些联署，现在是3块钱嘛，对不对 ？OK， 这所有的一些事，你听小平刚刚这样讲，现在大家在看这31席，尤其刚刚讲有18席，主要进入130。就这整个风起云涌的状态，到了三阶以后，能够像小平刚讲的，大家都忍，大家都什么，然后尽量让这个都安全 safe 过，只要不被罢，什么都好，可以吗？不过还好，钟小平讲的话，国民党人没有人会听啊。你打给林佩祥，他也不会接啊。哦，第一个啊，现在新北好像也有被查。对，造假是1人1000块。那我为什么3块？所以这国民党到处都有花钱哦。这个程度上是不一样。在你在乎的是花钱还是3块？3块也要计较一下。但在对未来的司法侦办上，这个金钱牵扯在里面哦，哇，这个样态还有它严重程度就不一样。这个样态还有它严重程度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大概讲到基隆，我记得我几次节目我就说基隆会成为一个指标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大家都几乎放弃的选区，那联署，其实你刚讲到重点，就剩最后那10天，对啊，缺了好像至少6000多份，那怎么可能？当时其他各区都已经送完件了。为什么没有人说大家天下霸团会基隆？第一个，其实霸团他们其实本来也没有要去，没有去，因为其实霸团之间它不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就各霸团。对，第二个你差一点这些别去差，他是有点半放弃嘛，那个动力是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也要感谢林佩祥自己他自己杰出的贡献，他真的一试再试呢，他不是一次讲错话的，他张小平说他在电视节目受访，我记得他好像是受访2次，第2次评论第1次，每次结论都是我没有错，我就是那1%的人，
啊，我就在不断的讲那种话。那试验结果出来，真的，啊，他基隆过关了。但什么样的人在最后那几天出来投？因为以基隆的选民结构，罢团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这一次林佩祥能够过最大的挑战，是因为时间压缩到最后几天。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人出来签放弃比赛，联署，是放弃了啦，不然罢团怎么会不知道要去？差6000一个礼拜搞不定的啦。罢团怎么会不知道大家一起去？那没人要去嘛，不是没人要去，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个动力嘛。那林佩祥把他们通通集合起来，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在最后几天会冲出来签联署呢？一定要有蓝营的支持者，才够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林佩祥惹毛了，我相信连很多国民党支持者，这个已经不分党派，他已经挑战了大家对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讲话，或不要说立法委员啦，就一般人，你知道吗？那种做一般人都不喜欢的臭屁的，你看没去打的，那林佩祥不知道认错，对不对？他一再的说他没有错，他坚持了。尤其他对钟小平那个态度，连我们看了都生气，对不对？叫钟小平不要去。其实现在如果说跟钟小平道歉，请钟小平去当他的总干事，也许洗心革面，大家还勉强可以相信。到现在你讲的话怎么没有笑你自己啊？钟小平现在都没有他的电话，不是你没有他的电话，应该他要打电话给你，对不对？我给他林佩祥，我打了卡电话，所以你觉得我还是有点用是吧？我的意见，但是国民党人都不会听的，好险！真的，我不是讲小平兄怎么样，我认识他，那么就是我们在同样的节目上认到，他很早就在主张国民党要反共，讲10年了，讲10年，在节目从你的节目第一天开始我就讲中华民国派，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算什么31-0，我们现在算的是什么？大投票会过几席，也就是如果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来看的话，国民党现在还在看现在还在算31比几比多少，对不对？但是罢团这边那民进党这边已经在算到底可以罢掉多少席。其实如果罢掉12席，这个也会很有趣。如果你罢掉12席还没有到补选，那到补选中间有3个月嘛。那民进党会成为最大党，是，而且是过半的最大党，而那3个月是还没有补选出来所以它有很多的政治变数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好，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来谈刚才今天委员讲这块，因为如果要是真的罢掉12席的话，刚讲那一来一往之间，民进党变成国会最大党，那3个月加起来变也没有民进党的票数多，那立法院会是什么样一个变化？各阵营之间要怎么样在那段时间里面去凸显出要在后面第4阶投票以前去争取选民的心，这一块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先看来听啊，第一个，我刚刚讲，现在林佩祥讲的那些话，他不是在2阶结束就结束了，也没有人跟你说2阶结束前面的词都不能用，好不好？没有。那罢团一定会把那些词再拿来用嘛，肯定会这样。那林佩祥的金句又多。这2天又一个，因为在我们基隆有一个地方有发生有冲撞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呢，林佩祥就讲了一个，就是讲远离罢团，然后保障自身安全啦，什么类似这些如果一路再往下降，不只是担心基隆这一区，其他区会不会有一点外溢？因为上空他们常讲一件事不是单纯一区的问题嘛，对，你如果一个外溢，那其他旁边人会不会有人讲大哥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大哥你讲的话，你砸了脚，我们也伤了手啊。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不需要小平去告诉林佩祥，国民党应该很多人都会去告诉林佩祥，拜托你不要再讲了。为什么？因为整个这个林佩祥的这个罢免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标准的，就是有个9日加速期啦。什么叫9日加速期因为我今天早上稍微整理了一下，因为我发现这个数字实在太有趣了。为什么有趣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林佩祥真的是自己替自己的罢免加快速度，这是有客观的数据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林佩祥的罢免案呢？你看3月24号的时候，他的2阶联署才刚开始而已然后到5月8号的时候，当时罢团只有收到24600份，也就是46天的时间，一天大概收535件。坦白说已经不错了，但是他距离到门槛的30394还是有一段落差。而且那个只是基本的门槛，还不是所谓的安全门槛的130%。可是你看接下去我为什么讲说9日加速期？
它是从5月12号左右到5月21号。发生了5个重大的事件，然后让林佩祥整个收件的速度呢开始在加快，然后同时这个时间呢。各双北的霸团呢，也到基隆去声援那些霸团，然后所以他们是深入到各大街小巷，深入到基隆的市场去收件。那所以你看这5个关键的事件，第一个就他的那个 top 1% 啊，这个一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大概大家就已经觉得说，你这就标准的把自己当作是精英，那其他人好像被你当细汉。那结果这个 top 1% 跟第二个事件呢，他讲霸团都是边缘人啊，霸团都像是路边看到狗吃坏肚子所出来的东西，这跟 top 1% 连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其实更差。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前面2件事发生了，到5月14号的时候呢，林佩祥在上广播节目的时候说：“我天天都站路口，已经1个月了，你不觉得我变黑了吗？”然后又用英文说：“呀，就这样吧，很多东西 it's complex。”那讲完了之后呢，大家想说：“哇，整件事情呢，开始从讨厌，然后变成是觉得好笑。到了好笑，你知道政治人物通常到好笑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很糟糕，大事不妙。结果呢，到了5月20号的时候呢，更糟糕的是。”这个当时影片出来说有霸团的志工被冲撞，整个往后这跌倒的状况，那这个暴力的部分加进去的时候，整个事情就从这个气氛好笑，然后到这边已经变成是愤怒，因为有暴力的元素。那结果呢，到5月21号的时候，你都无法想象，前面4件事情你已经觉得很夸张，到5月21号的时候呢，这个林佩祥呢在另外一个这个网络节目上面呢，这个嘲笑霸团，直接嘲讽霸团，然后模仿霸团的志工，然后那个有个翻白眼，你看这个图片在上面，各位可以看啊。这翻白眼，我问你，这个动作跟这个表情，对一般人来讲，看到会觉得好看吗？就像小平在如果翻白眼的话，你也会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好看的画面嘛。就林佩祥翻白眼，然后嘲讽那个霸团，所以整件事都让大家觉得很夸张。后来霸团他们又再翻出来新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发现林佩祥的脸书关心的事情，他个人的脸书关心的事情，竟然去年当选立委之后，他关心的事情是想不到有生之年可以做到院长的位置。因为他坐到韩国瑜的位置上面去，为了这件事情把他发脸书，这个事情你怎么想都很难想象，就是当到立法委员了，怎么会坐到这个院长的那个座位上面去，然后觉得这件事很开心，然后把它发到脸书上面，发到脸书上面，后面还发了一个表情的符号在后面。我问你，这个对一般人在看立委的这个身份来讲，会不会整件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想象的程度？结果呢，5月21号整件事情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5月23号，也就是今天，整个这个。罢免的件数呢，其实今天虽然宣布的数字是37533啦，但其实他们还预留了一部分的量，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有到38000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段呢，等于说这个从5月8号之后到5月23号14天的时间，平均每天大概是收件957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还没有扣掉说材料他们还有造册，能量其实还没有那么高。可是957份的数字跟原来的535份来讲，我问你，这算不算是冲刺？这多了70% 的数字在往前冲刺，在加速。请问是这个加速器是谁开给他的？所以很明显你会发现，这加速器是林佩祥在这9天的过程里面自己把加速器开下去的。你知道，光是在林佩祥这个选区冲刺的速度是长这样然后霸团是深入到基隆市，包括发生冲突那个百福市场去收件是一张一张去签出来的然后相比之下，你再看看国民党现在讲的所谓的霸双吴、霸吴思瑶跟霸吴佩益的状况，你看到即使冲刺成这样，看起来人潮非常的有限嘛。那如果你再看这一张的话，你会发现。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少，而且呢，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基隆的霸团，脸书上面就告诉你，给你一支电话，你打电话来，他就直接到府去收件。请问国民党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你如果真的要弄罢免这件事情的话，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结果走到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走到31-0，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有18位是冲过130%的安全门槛，可是你不要小看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基隆，我觉得他后面在陆续收件，仍然有到130%的可能性。所以等于说，对国民党来讲，这个大罢免的状况看起来是已经火呢，是讲说态势烧得非常之严重。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回过头来讲说，如果国民党看到现在公民团体的状况，你还要一直讲说这个都是民进党在发动的，说实话你会误判那个局势的，因为你看这些公民团体在发动的状况，这个都不是民进党可以动员得出来的。所以当民团跟民进党两边在做合作的时候，那你就想一件事：国民党如果这时间你还要把力气都花在所谓的霸双吴上面的话，那你有可能会误判跟错估整个情势。对，董好，现在看起来的话，国民党中央对于所有这些局势还能够某种程度的掌控吗？意思是说，如果有谁发言不当，中央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什么什么？
不分区，有没有人发言不当？中央是不是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找分区的那个区域委员的麻烦了？就中央能够某种程度，中央主帅总是要去节制所有这些吧。这场仗打了，不是只有单纯区域委员罢不罢？包括好讲白一点，朱一伦的党主席或什么也都会有牵连嘛。党中央有这个能耐吗？或是各阵营之间，譬如说林佩祥当然讲，那小平你不要管我们基隆人的事，基隆是我们基隆人解决。然后你说这几天那个台北市议员像秦姐跟那个巧芯之间，两个人是不是？对，就这些东西，国民党是不是应该有些大人或有些怎么讲？哎，各位大家一起携手同心面对这一仗好吗？最起码内部不要先出一些状况吧。但国民党要先有大人啊，要先有大人嘛哈。那国民党现在那个人是叫大人吗？有大人，还有这个大人要不要帮另外一个大人扛罪？有很多大人了。大家只注意到有上人，有上人，好不好？那个林佩祥就驾完以后就是翁上人接棒，接不完嘛。这两天大家不是在讲那个麦当劳吗？就觉得好笑嘛。我们当过兵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嘛。这两天大家不是在讲那个麦当劳吗？就觉得好笑嘛。我们当过兵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嘛。其实我在看的这一年国民党到底有没有人啊？我想，这个讲的人的意思什么意思？有啊，只是分聪明跟笨而已。对，我讲的人的意思嘛。那国民党到底有没有领导？我先不讲说谁对谁错，都先不讲这些，有没有领导这件事情？那这一年以来，你想有啊，傅昆萁啊。那你相信傅昆萁吗？对不对？就会问啊，你要不要相信傅昆萁领导吗？好，前一段时间很相信他们，相信的结果就是现在啊。这一年来你去看3个政党，台湾民众是换领导人，从柯文哲换成黄国昌，换领导人。国民党没有改嘛，都是朱立伦。那朱立伦的领导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民进党也没有换啊，因为赖清德当选总统兼党主席嘛，就是赖清德嘛。那对于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先都不讲，因为你知道起诉书要一份一份出来。今天早上看新闻，大家在看到大家在笑嘛，超名册1000块给1000块的红包嘛，新北嘛，而且说是在党部吗？对啊，媒体上说是在党部，当然在区党部都可以嘛，反正你在那边抄比较方便嘛，有桌子嘛，要那么多人抄啊。你没有桌子，没有个基本的椅子，那个很难写。好，那有关于这个事情，因为陆续要起诉啊，你觉得国民党有没有公开讲什么？你的印象？我的印象就是朱立伦带头之后，大家国民党统一定调，叫做司法破坏嘛。司法破坏讲到后面就开始讲说你违反比例原则嘛。我只问一句话，有没有道歉过？有没有很正式的道歉？你如果回想柯文哲当初在他的那个木可的时候，他还要租一个场地然后一字排开，要先鞠躬你说那个时候为了仗的那个事情，就是那个橘子早上跑掉了，好像是28号那天吧。但是我们起诉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橘子是那天早上跑的嘛。可是那一天下午，大家是不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等电视直播？柯文哲带队一字排开鞠躬。那国民党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就是对于这个死亡联署这件事情，你的印象是什么？我先不讲什么，其他都先不讲。给大家看好，所以你觉得应该要道歉？朱立伦要出来先针对这些事情道歉。你早就该做，这个是 ABC 啊。这个。可是他司法破坏很成量，会不会某种程度是要凝聚所谓的他的支持者？我们就看司法破坏，就你没有道歉的状况之下讲司法破坏。国民党讲说，民进党司法破坏他嘛，同意度同不同意嘛？就51%嘛，不同意嘛。喊那么久，同意的是29%嘛。喊了那么久了嘛，做出来是51的人不同意啊。
如果是以130%的话，就有18个战场。林佩祥，国民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不能认错你造成的刻板印象叫做不能认错为什么？你从冒名联署这件事情就不认错了嘛？林佩祥活生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讲出 top 1% 这些事情，那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出身又好，你当然衍生出对立面，然后呢讲错了，他还会加码，哇，这种人你去哪找啊？国民党里面找啊。然后钟小平他都敢吐了，你们俩真的是雄厚两兄弟。你认为朱立伦打电话去，朱立伦会打电话给他叫佩祥啊，不要再讲了，可能吗？朱立伦不应该吗？就是正常人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现在给朱立伦会说你是几%？他说我也是1%啊，我又没有比你差，对不对？我当过2个城市的县市长，行政院副院长。对呀，你还没有嘞，你只是立委而已，立委我也当过。所以你是1%，我比你还少，可能是1/1000，好不好？但是朱立伦现在人家给他取个说叫风火轮了，疯了。不是，这1年来国民党很奇怪，大家都看到他犯错，但他绝对不认错。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整个故事跟你讲，就告诉你，选对领导人很重要。那个领导人也不用天纵英明，他只要正常就好。OK，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那接下来要面临到就是，好，我们这样讲，31区现在看起来，那罢团送了31席了。那中选会最后会核多少？因为要审核以后你不知道最后会多少。好，我们现在就拿31这个数字来看，因为罢团送的时候确实是送了31区了。第一个问题，先请教在场所有的来宾，你觉得31到最后会比几？小平，你等一下除了讲数字以外，你可以告诉大家你自己对于那2区现在联署的到底状况怎么样？军委委员来简单告诉我，你觉得最后会31比几？因为我是当事人呢。没关系，没有，因为你不是那个吴佩仪跟吴思瑶那2区啊。我觉得国民党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突破0。所以应该还是会有某几个区会突。OK， 所以你觉得是31比几，不会是0？我就应该不会是0。但是你跟31比起来，怎么样比都难看。都不好看。OK， 好，来创下31比几？我觉得是0。因为就后面那个真的很难，但是最后根据前面的那个8成定律，也许进入3阶的话，他们危险的是24。OK， 都好，31比几？31比0。我是为了国民党好。为什么？我怕2阶又有冒名联署。不可能吧？前面都已经搞成这样，2阶还有人敢这样干？为什么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原住民那区不会吗？你有看过原住民2阶摆摊吗？他怎么联署 ？OK， 来，秦王31比几？我觉得31比0。因为我刚刚从小平这个嘴里讲出来说，跟林昶佐的时候相比起来，已经是100比2。用100比2的数字来比的话，我觉得他要突破0的机会其实还蛮难的。所以呢，我觉得31比0，或者是说这个31可能有一两个区域会出状况，但是呢，这个数字还是很绝对式的碾压的状况。OK， 三哥31比几？1呀。哪一区？我觉得不管原住民或什么，他们应该都会一定要蹦1区出来，不然那个0字挂在那边太难看。我觉得那是面子之争啊！我觉得那个1会不会又有死亡联署？冒名联署？又要搜索那个给检察官查吧，检察官比我们厉害啊。到时候又要再来一次搜索。哇，天哪！来，小平，因为你自己是在中正万华，对，你可以先分析一下这2区怎么样，最后你自己觉得会31比几？我先分析这2区哈。现在据赖以任说啦，说是现在连了1万份了，李孝亮说连了8000份，然后你送出去的话，当然还有补件的机会嘛，是检查40天，再补件10天、50天，可至少你送出去的话，我们要23000以上，是啊，肯定要说2万5，他们要送3万，他选区大一些了，那现在还要很努力，然后有个新闻出来说，现在写得很传神，发动市场、路口、眷村、家户拜访，对，他没有问我啦。
这个新闻啊，因为是我在做这个事，别人有没有做这个事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只能青年公园就一家一家按门铃了。到现在哈，因为街头摆连不到嘛，只能回到路站，哈，那个算空站好了，街头好。我们现在大概到目前为止只有连到1000多份，差这么多。我们拜访超过1、2万户，1、2万户一家一家按门铃哦，一家一家。我觉得很可怕是啊，卖钱来 Q 里阿 K 啦，那这种俄语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怕麻烦，这是第。但我还会继续在努力，反正我会尽我的力量啊，尽我这个主席的命令跟党籍。可不可以听他讲完以后，我可不可以修正31比0？那你要叫我，然后小平是照实讲嘛？你现在没有不，我照实讲，我到你节目就照实讲。你是中立的节目嘛？哈，好，那2个灵魂人物，一个叫做赖以任，一个叫李孝亮。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千丝万缕的一个姻缘啊。大律师在这里，请问一下。这2位在法庭上当然有供一些东西出来。这几天的主流的新闻就是上一副一直讲这一条哈。我哪有讲这条？你讲说，我只是看起诉书出来以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就知道了。你说他们外面陈英雄，里面廖北亚，对，大概没有那个不是，那个是《镜周刊》写的，你不要说我好不好？好不好？我是引述《镜周刊》。OK， 好。对，但谁有没有讲什么起诉书出来就是那他们到底能不能选，这是个关键。他们有没有？据我了解，我粗浅的法律知识，是不是任何选举罢免法都有附带的就是叫褫夺公权？很容易，大部分都会有，大部分都有，对，几乎都有。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会有1、2，因为褫夺公权最起码都是2年，2年就刚好不能选议员。有的没有到2年了，有那个几个月的，几个褫夺公权几个月，好，总是一个不能选的风险哈，所以。他们也很优秀，他们也有资格参选，可是这个事情会变成要跟这个成不成啊，要一起谈，一起谈啊。可是这个事情会变成要跟这个成不成啊，要一起谈，一起谈啊，在地的议员啊，反映等等，好。然后目前看起来，我们不会放弃了。目前很艰困，那可是这个你要叫我这个0从我嘴巴说出来是5雷轰顶，你不要不讲这个话，你不要批评这一句。小平，那你觉得另外那个罢吴思瑶那一区，你觉得成功的几率高吗？那区要先解决一个哈，就第一个，这个号称寄了4000份信，然后回了2000多份愿意改理张克进，我认为这个不属实。不可能回说可换啊，在法定上对啊，就同意换，就还是张克进。好，就我们务实的回到这个区号，然后呢，也要就算连到了，也要张克进盖章出去，才能送到中选会去查，对不对？去审查。所以张克进，可是他们现在说那个同意书回来已经够了，可以把张克进换掉啊。到现在还没送那个信笺的，那只是还没送啊。对啊，够了，为什么还不送？所以我特别描述这一段，他们说嘛，对不对？那我说嘛，对，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哈？好。然后当然希望他能够真的成功啦，然后因为这个如果成功的话就士气大振，那如果没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在连好像也没效嘛。对 ，OK。不过刚才小平已经讲了，对，你叫他从他嘴巴里面讲出一个0这个数字，确实是我们身为党员，我们会很难过了。当然，对不对 ？OK。好，我为什么要请教现场来宾？各位还记得吗？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都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包括从政的经验，包括看过媒体上跑了这么久，然后看到所有这些，所以上一次在节目里面请教所有的来宾，那个31，你有想过罢掉会变30吗？每个人都告诉我，上公讲的最直接了，没有？从头到尾没想过是这样，对不对？就是没有。OK， 那这一次如果照几个来宾这样的评估的话，最后出来的到底会什么数字？等一下，待会到节目后段的时候，各位你现在就可以想一个数字，31，你觉得到了3阶？会被罢掉几个？各位，你可以自己想一下。照你现在所收集到的所有的资讯，好，可是在这以前，要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了解。譬如说，你现在看到，刚为什么讲一开始介绍俊宪委的时候，最近一直在喊大罢免治百病啊，所有这些，俊宪委，从解冻案为什么像讲说，包括你说像议员他们都讲，哦，最近那个顺道不行，所有这些，可是同时行政院去包括砍地方补助款，地方县市哇哇哇叫。但是，那某种程度来说，
是要让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动预算解冻或是地方补助款都是钱，你们是要让这些国民党的委员没有办法从钱这件事情上脱身，要在整个大罢免氛围上让他一路这样往下走吗？那个大罢免虽然治百病啊，现在看起来比较顺啊，但是那个只是征兆啊，没有流鼻水啊，没有咳嗽，但那个病灶还在啊，一定要把它到大投票 ，OK 才算身体治愈啊是。现在有几个，第一个国民党也放弃了那个反戒严的公投，对，因为他今天没有，他今天这个案子他同意，他没有送进来表决，没错，那就来不及，对，这个应该也是疗效之一了，那其中呢，行政院丢出来的把各县市齐头式的砍25%，在去年审预算的时候啊，行政院其实他有发一个公文给各县市了，他有提到这种所谓的一般性补助，他有几个补助原则，其中有一条但书了，要看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如果预算被删减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再调整，所以现在国民党说啊，你不能减少对地方的一般性补助，不是这样。去年行政院审预算的时候，我记得好像11月吧，他都发文给地方了啊。那这个当然地方政府会跳起来啦。我也认为你齐头式的都砍，这样不好的方法，这样是不公平的。你应该以该县市的国民党立委比例多少？他们删预算的，为什么自己国民党预算他们删的嘞？这个有公式，不能因为这个消长哪里的浮动而公式。这齐头式的公平吗？当然不公平。我们南部4县市的民进党立委挑灯夜战，在那边收视率真的，我在那边护预算，结果你把我们台南预算砍了，这公平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该县市的国民党立委比例占到多少，就把他的应该这样砍才对，我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因为主张砍预算的是国民党立委，我这不够呀，对不对？我那够无省呢？我记得好像南部4县市有17席民进党立委，全部都全力支持你行政院的预算，你怎么可以砍到我们身上呢？但这个其实我觉得行政院也是凸显一点啊，他国家不能运作嘛，很难施政嘛，因为黄国昌的那个删预算没人这样删的，叫你自己砍939亿，那行政院他现在把地方砍了636亿，表示行政院也自己砍了300亿啦，所以我剩下的636亿我没有办法砍，我就是要砍给地方的补助，而且去年我就警告各个县市政府，因为中央有他新办的业务嘛，比如社会福利啦、弱势啦、照顾啦、教育啦军事国防等等这些嘛，其实饼就这么大，动到钱本来就复杂，从来都是要大家一起谈，而且不是中央的行政院跟立法院谈你地方政府也要一起谈马英九以前就曾经想要改财政收支划分嘛，马英九那时候绝对执政他想改2次，连一个案都送不出来，马英九那时候连地方政府都是他的结果他也送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行政院这个做法就是凸显为什么要大罢免那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国民党立委的贡献你像那个翁什么翁小亮也说预算被删，请他提到钱你没有钱叫便当就叫汉堡，那意思大概是这样子。这时候我觉得林俊宪委员他是很有机会选台南市长，他应该对待自己的大义灭亲，还是删到台南。关乎他未来。我简单讲，当然，真的，我们台南立委是故意算的。但其实我是感动的，不管是他很有机会，还有个赖瑞隆，我认为是最有机会在高雄被出现的。他们出来也是反，因为我跟你讲，地方选出来的区域的，就是应该顾地方。对，6都的哪一都，或是那个这个县市哪一个区域立委。这就是因地制宜，那个就是像林淑芬也常常会，为什么林淑芬那么多中间票？事实上林俊宪也是也受宠爱，但也受伤害，因为他有机会选台南就是少钱呐。那对我们对基隆县就我有提出办法对，所以我说，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要你也赞成吗？他跟赖荣，我赞成你跟赖荣的发言立场，就你反他是对的。你有没有赞成我的方法？因为台南，方法我不赞成，态度我赞成。台南市长的热门人选能够反赖清德中央。反这个行政院长也是一股道德勇气，可是那我们当然更要反，跟我们是不同党派更要反。那
建伟，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阵子，就国民党那些或民众因为民众党没有被罢的危机，国民党那些委员在面对到这些议题的时候，都很低调，不太讲话，就是要降低仇恨值，所以才会有治百病这样一些功效。你有没有感觉得出来他们的这些态度？有，你看我礼拜5来节目比较正常对，因为我们礼拜5是院会时间呐，每个礼拜5都是这个立法院最重要的开会日期。通常如果一成不顺，如果就是双方谈不拢，就会卡住整天的。像今天后来大家就结论，什么案都不要，就先提这个预算。就黄国昌提一个案子，说你中央，这939亿全部到自己砍自己，不能动到地方1毛钱。那也开放让所有的人辩论。从早上开始讲话，每个人可以提1个人3分钟。但是呢，还是有极限，到5点，没有讲完了，拍谁？至少过去不会有这种状况。过去给你2个人、1个人讲话，他都停止发言。所以大罢免不错吧？小平，这几个词，听起来很讽刺，对不对？大罢免治百病，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反映出现在的政治现实，或蓝委很多国民党委员的心态？我不要强出头去讲了什么东西，或在这个预算解冻上，我再多讲什么仇恨值就往身上堆，是不是？就目前为止，就当然所谓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多数那先不谈对或错蓝绿，总是极致的对抗。然后民进党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那个有个老人是有智慧的，就是拐杖打断了伤到徐小新那位老人他当初讲说，我觉得这真是政治的精神病患，我很想把他抓去松德院去治病，可是不是，他话讲的不清楚，因为他有发生车祸牙齿掉干嘛话讲不清楚，可是他头脑是清楚的，在这件事请问你，那赖清德跟赖清德一拍即合因为从来民进党的内政不是强项，你曾经有一次民调，我们做了个民调，那全国的民调曾经蔡英文最坏的时候2000年那一次我们不谈反送中，第一道只有10几趴那时候最热门的哪有韩国是朱立文那时候挂头牌，你还记得2019的时候，我有做民调可是曾几何时回到跟民进党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包含1%的我们被搞的那个林佩祥等，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方面的能力赢我们国民党太多了。好，我那阵搞不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一个检验，经济部长讲什么话什么等等，我们必胜。可是要在正常的监督的情况下，回到行礼如仪，你知道那个立法院的样子，而不是可是选择了双方极致，甚至都互殴这样打的话，就会打到就叫做终极战争。那终极战争，反正我老柯这样讲，反正你是黑底就是你背黑锅，我呢比较站的高度，可是我就要这样干。我今天我很简单讲，我今天一定要57席啦，我赖清德啦，我要完全执政，我认为我才能做总统啦。所以他就要发动大罢免，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可结果会不会一定会变得民进党好，我们比较差，会不会过半我们再看。那当然是方向是往那边走的。OK， 政治力是往赖清德那边走，所以他绝对不会放过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他发动大罢免之后，我们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这个是超乎赖清德跟柯总召的想象。就你们为什么这么弱？对，弱到大家讶异，就完全没有防守能力。这个是我认为柯总召是喜出望外。好，那接下来其实因为刚刚上一夫讲的道理，先不谈我们罢他怎样，我们少几个被罢掉，是不是乃为上策？对吧？好，那现在呢？我跟你讲，还没完嘞，还有个大玩意在后面。什么？我先回答下一题，你要问我的那个什么国安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有一位教授，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不是一直去告去攻击经济部长，说5兆的没有投审会通过，怎么到美国去？那个台积电然后这位老师我孤影其名，他在劝我说，这黄创夏也很熟，然后他说，小平再下去这样子会受伤。他说，他跟我这2个月前跟我讲说要签的，他们智库有交换意见，跟华府的智库说什么呢？说要签台美的安保条约，就是类似以前的中美防御条约，但现在不承认我们叫台嘛，也承认我们叫中嘛，对不对？好，中华民国那会签要驻军，他们罢免不是这个，罢免是连这个都要进来赖清德美国也在帮忙大罢免我跟你签这个台美这个是如同那个美日安保那样，那美国驻军来，那可能民调会6、7成支持，然后老共因为驻军就不敢打你，
那我们当然也害怕，他就更台独。可是美国也控制他到520，一句话都不讲两岸的事，这是大晚夜。我在你节目上讲，这个是配合大罢免的，这个下来，我们是有灾难的 KMT 这才是大东西。俊伟，这是你第一次听吗？原来你在默默在进行这件事吗？那大罢免是国民党自己搞出来的。不过这一次确实。就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周年演说，国外媒体的报道都有提到大罢免。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了嘛，台湾的这个大罢免现在变成，因为台湾现在重要性非常高了，所以大家都会报道台湾的政治局势的时候，都会提到大罢免。那你说外国来帮什么？他说美国要来驻军啊，不用。昨天的韩国的新闻出来，昨天曝光的，我讲这个话。我们有林佩祥就够了，我们有翁小玲就够了，那什么需要国外来帮忙，对不对？钟小平说叫林佩祥不要讲话，还有千百个林佩祥，翁小玲就来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内部自己搞出来的了。那庄夏，刚刚讲光这些预算的这些问题，因为整个大罢免会这么风起云涌，跟去年年底的预算当然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可是这个还在进行当中，还在弄解冻，或者像翁小玲委员啦，或什么最近国安的一些赖清德总统说，那国安简报嘛，在野党里就来嘛。黄鸿章跟你讲说，那扣掉机敏部分，那为什么不直播？然后所有这些，像这些是不是也在中间添油加火的了？基本上有些东西是应该正常的，比如说，国安简报对在野党主席应该做，而且要常态化、制度化，当然里面也要法规化。这该做的，所以提出来，但是呢，你会看到，就刚刚讲没有领导嘛，朱立伦、黄国昌把它转到是国事会议，那完全不一样的规格，你就看到那个整个大家都不在平行线上，但是里面呢，有些时候真的是趋利也乖的时候，言会是最大错误，你看翁小玲没办法出国了啊，黄进平的机票都不知道该给谁了，结果翁小玲就出事了嘛，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对不对？翁小玲真的出事了，我一句话，他今天又讲了一句金句。这个大罢免，大停电，如果大停电，那是昨天，有利于蓝军，有利于蓝军，对，那短期内会大停电，有利于蓝委。我说这个你怎么办呢？那有利啊，因为能源政策错误，他们对，大家的意思说不能讲出来说有利了，所以你们要大停电就对了。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还有石腿抗，那是玩真的。那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部队走出去行军，走到哪边的时候有小蜜蜂，都知道嘛，但是。不能给裁判官看到。那到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部队走出去行军，走到哪边的时候有小蜜蜂，都知道嘛，但是不能给裁判官看到。因为看到之后的那个兵就要关禁闭，班长就要关禁闭，为什么？泄露军机。因为这里的部队规模、行进路线、部队里面怎么样状况，对不对？都已经会泄露了嘛。然后这个东西，所以你说啊，那个只是因为这8万多块啊，厨师不能请了啊，买麦当劳、买水饺，你开什么玩笑？整个总统府的那个2020的那个部队里面有多少人？那是个绝对机密啊！孙斌怎么干掉唐娟的？就是检造之法，先征召再检造。我的那个饭的数量里面代表的是我的那个整个我几点吃饭，对不对？人家那个织田信长半夜2点给你吃饭，吃了红豆饭之后就出征，结果又打掉了那个金川议员。什么时候吃饭都是军机，所以翁小玲你在这边的时候，你这边提这个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讲那个，你就不是说什么买麦当劳、买水饺，那个东西是没有尝试就算了，而是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对于国家的这个军机，这个是尝试，而且是几百年古今中外的数量吃的饭。然后后面这个讲了，如果下毒嘞，然后如果里面给你那种拉肚子、集体拉肚子嘞。那都是一个问题，就既然有个翁小玲，那一次就算了，所以翁小玲是非常体贴林佩祥，说佩祥啊，你休息了，换我接棒。那我就觉得这个情况，然后再过来一样的嘛，问徐思俭，你说去哪个国家？我们以前有些国安人员在泰国被拍到照，都出大事。国安这种情形还能够是，你就告诉我是去哪个国家？报告委员，其实我觉得徐思俭已经很客气了。我们是不是考察？
这个出哪个国是机密不适合讲。那你看翁小莹那样讲法，这些画面被截下来，只能让人家觉得说，国民党现在也许只是罢免区域立委不够。不分区要怎么解决，恐怕是你们的一个未来大难题。OK， 各位知道刚创下讲那个征召检召法，因为声明旁边那个时候，征召法是为了迷惑你，让你搞不清楚我到底有多少人，你怎么可能会有征召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声明后来再用检召法，因为庞涓一路追，他引着庞涓用检召法，让庞涓觉得士兵军心大乱，大家都逃了，所以召一定越来越少，所以庞涓下令全力追击。结果就中了孙膑的计，征召检召，所以刚刚讲，包括饮伙食，所有这些在部队里面，某种程度都是包括国安、包括基因、包括什么都在这个里头。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看，对翁委员前面讲说我们没有删这个啊，我们也没有删除，是你单纯讨论这个当然 OK， 他可以讲这。但是当后面那个那就买麦当劳啊，就买水饺，这个一出来以后，就一定会出现大家讲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吃？这一家的素食或什么这些，就老是会出现这些。但如果真的讲了好，包括刚刚讲国安，包括所有这些，但东豪，你告诉我，包括朱一伦，包括黄国昌，我这2天有看到我们党有很多委员讲说，千万不要中计，也不要上当。大家记得阿扁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说要把国安上公有嘛，对不对？说要抛国安的一起汇报嘛，但是结果在野党没有去，在野党没去，那时候。在打仗嘛，打仗吵架，对吧？那时候吵得很凶嘛，去啊。所以东豪现在又出现这样了吗？所以他们2个人不接球啊。就你在看，黄国昌不接球，跟朱一伦心态不一样。朱一伦是想接，但他不要国安简报。他要的是要跟赖清德见面，所以他们要赖清德一起在那边，大家一起听国安简报。重点根本不要简报，就赖清德出来，你只要找我就好了啦。因为只要因为国民党的问题是在于朱立伦没有领导力，或者领导错误，然后他的党内互信基础不够，所以他的声望是下跌的。那他又想要国民党从头到尾的问题其实也不复杂，就是里面的人私心太重。朱立伦如果不要有私心，他就会变成正常人。那他现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哪怕大罢免之初，他为什么会错估形势？他一直认为，我只要跟赖清德喊话，我只要跟赖清德讲好就好了。这就不是赖清德可以决定的事情。他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要朝野对话，你520又讲得这么好听，那就你就直接找我，就不要这样，你就找我来谈就好了。你就找我就好了嘛。那国安简报哪里是朱立伦在乎的？朱立伦以前没有听过国安简报吗？在马英九时代，他知道的比国安简报还多。所以才会有 AIT 的保护。危机解密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一点嘛，他不知道什么是国安简报吗？当然知道，他比我们在场所有人都知道的更多。他那时候可以，08年的时候的朱立伦，在马英九旁边多红啊！很多事情他很高兴的跟 AIT 人讲说，王金平他们都不知道，是这样子啊。你再回去看那一段呢、培养他们的时候，对啊。可是现在的朱立伦呢？他一心一意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的位置能够拉到跟赖清德，因为他是总统，他是国民党党主席，能够接近。他不是不要国安简报，他是说赖清德你要参加了。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他是不接球，他说我要直播，ABC 嘛，你一直播就没有机密嘛。没有机密的东西有什么好直播的？需要直播的赖清德就可以直接总统直播啦。刚好他现在黄国昌的解释是告诉你说，不是，你们不要栽他的章。他讲的意思是那个是2块，国安简报有机敏的部分呢，大家就当然不要直播。但接下来的那个国事会，他认为是一直接续往下走。没有国事啊。他说那接下来的国事会议，那大家就直播。没有国事，你没有那一块呀。会跟在野党要做简报的东西，他不会无聊到拿 ABC 的东西来跟在野党简报嘛。如果今天国安会在执行赖清德这个指示的时候，你拿一些不够机敏的东西去做简报，你会当场被笑死。因为你一进去的时候，赖清德可以讲，我都跟你们讲了。所以你要保密啊。如果你今天跟
主要在野党党主席讲的事情，事后听完人家觉得你是个屁，那个不会出事吗？它是很公平的东西，不是说发球权在谁那边。可是黄国昌是不想进场。我为什么讲他不想进场？你最后看黄国昌哈，从反红媒开始，黄国昌在时代力量的一直到时代力量的中前期，黄国昌什么事情都只做一件事情，反红。还有第二个角色，他一定是琼州他一定比谁都冲在最前面，他要当那个最勇敢的人。在时代力量时期，就中期，到了后期的时候呢，就不是了。然后到了他加入台湾民众党之后，他的角色就换一个。他还是琼州他永远是要最冲的那个人，只是他换了一个角色，那个旗子啊，就反赖清德。就是黄国昌怎么在政坛可以立足？以前是反红，现在是反绿，而且反绿还不够，他必须要是反赖，用反对去吸收所有讨厌赖清德的人。所以他怎么可能坐下来听你的国安简报？所以这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哦。可是这两个人实质上都在。你讲朱立伦要的东西，这个赖清德很难给他。我单独见你嘛。黄国昌要的直播就是告诉你不用来了，因为这样子他才可以当球州呀。OK， 但尚总现在看起来的话，本来大家都只在讲说，本来是黄国昌言必称赖清德，甚至透过那个监视器的画面，那柯文哲看到的都是赖清德。好，这是大家讲说，可是某种程度。他是把自己打造成包括不只是反绿，甚或反赖的第一品牌，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朱立伦好像有后来居上的感觉，而且每次讲赖清德，然后讲的用字遣词非常的重。OK， 那这些包括大家讲说是在大罢免，如果进了3阶，对国民党来说，他们更要把赖清德这种摆在那个地方当做一个稻草人嘛，要不然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两边对抗的一个局嘛，一定是这样。可是，包括现在，既然讲到国安简报，讲到所有这些，包括赖清德总统在520的时候讲说朝野要对话或什么，朱立伦他们是打蛇随棍上，接着讲，好，那如果这样，刚才东豪讲，你就不要再进行大罢免了嘛，你就叫他们不要再进行，那我们大家才有可能，你不要再这样仇恨动员，才有可能进行这样一些对话，那这样就大家就什么都没得谈了。我觉得基本上走形式也啊，我就说和解等。罢免完再说吧。现在的氛围怎么和解？没办法和解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国安法，其实我虽然陈东豪讲的侃侃而谈，我不太认同啊。黄国昌想入场，他想直播给大家看他怎么跟赖清德对应。其实他想要表现这一个，我不认为他不想入场。我觉得因为这赖清德不会答应的，所以我认为他我知道不会成啊。我想他想要告诉大家，你看。我进去如果非机敏部分可以直播，你看他怎么跟赖清德对话。那你说他不想入场，他想入场，但他想表现。但是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赖清德说不要，你看有多少事他不敢公开，他一样两面操作。其实他不是不想入场，他也不是不想入场。那至于说朱立伦，你从他过去开始看。蔡英文当主席的时候，县市长征召，朱立伦当主席马上跟着走。选举过后或是罢免过后，只要民进党的主席没有出来开记者会，旁边的幕僚就在建议，那个主席没有出来，你也不用出来。他一直都始终把自己摆在跟另外一个主力政党的主席是一样大，不是只有今天，不是只有今天。记不记得你们罢免失败的时候，他不是躲在楼上吗？还叫大头打电话给你，跟你讲话吗？你说猪吗？你说林长佐那一次？对啊。你说猪吗？对啊，不是吗？对，大头打给我，对，在躲在办公室。后来还有打，后来底下我知道电话接过去。他底下谁在开记者会？还不是跟着建议说人家对方党主席没有出来开会，主席你不用出来。林涛的建议，每天都要跟，好像他很大，一定要跟其他的主席去对比。
他每次都这样啊。哎，国年纪这么大，怎么记性这么好？你真厉害，什么都记得住。要不然我为什么每次我都不要忘记，我当时因为他有染头发，你没有染头发。好，哎，开国事会议，朱立伦讲了几次？从他那个关税跟10几个县市长出来就说要开国事会议。你看他跟黄国昌422见面有没有又讲国事会议？有。那黄国昌是怎么回？黄国昌我们也希望这个赖主席也一起来，有没有？总统一起来有没有？每一个都在谈身价，每一个都在谈身价。他们基本上就认为，我不是把赖清德是总统，但你地位跟我一样，都叫主席。我们一直要摆在一个平行地位，但他们真的是没有搞清楚总统的职权大到什么地步。你去看释字有多少解释文？总统，你的国安机密，你的国安东西，我要不要公开是总统决定之权不需要其他人最后回到翁小黎，你搞懂了没有？国安会隶属总统府，其实是总统。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是总统。他懂麦当劳，其实是总统决定核定的，没有总统只要告诉你说，这一个预算里面的项目涉及到机密，你到立法院不准讲，他就不准讲。你去看有很多的释字，王小黎，你们的搞那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时候，你们的法源在哪里？就释字585，585就告诉你国家机密可以选择不公开。参谋总长也被释宪过，是要不要到立法院？要。但如果涉及重要国防机密，免于答复。你4至6级也告诉你，总统核定，总统有总统之特权，他要不要核定，他要不要选择国防机密公开？总统权总统选择跟你在野党公开，领袖你一面，我公开你一面，找你们来跟你们简报。某种程度上是总统特权行使公开，让你们知道。某种程度上是总统特权行使公开，让你们知道。还拿翘到这个地步，我也不知道。那在野党主席如果连总统职权连4字解释都告诉你这是总统特权，愿意告诉你们公开给你们，表示说我参与执政，请主要在野党领袖来共同了解国家安全情势。你还不要？那不要就不要，要直播机敏部分什么部分什么都要直播。我只要求一件事。黄国昌中央那个民众党中央委员会开会直播一下，让我们看蔡壁如跟你的互动一下，好不好？你不是什么都要公开这个还不是国防机密呢？所以有些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那今天走到这一步，一定是这样。我的罢免的过程当中，我在我选区没有对手啊，我没有对手啊。他不是选举，他是罢免那我每一个选区里面，我们要怎么凝聚自己的票源？那我要打什么议题？我要做什么事？那以国民党而言，最不用花脑筋，也最不想花脑筋，就是打蓝绿对抗。不想花脑筋，也不想想策略，也不想想战略。就把赖清德竖在那里我要罢免，我要弹劾，发现有困难了我们先扫除绿卫兵。朱立伦讲出绿卫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现在到底谁跟谁？绿卫兵是谁先讲出来的？黄国昌。现在你们朱立伦是跟着他用词可是我们党大把他包了，都以为是朱立伦讲。好，你看跟过去了，难怪最近有民调。民众党的满意度比你们国民党还高，因为你现在看到谁是谁的跟班者，
我现在连朱立伦的用词，现在国民党接近成为黄国昌的水果组织，连朱立伦的用词现在都追随黄国昌小平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我帮游淑慧讲一下，因为我没有被呛到，我不会帮自己讲。就是蓝白合是大方向，我们都支持，但那天决定的决策，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出的，花那么多钱那场大造势，然后黄国昌10点到现场，就426那次，就在那个摇滚区有没有？那前面500个年轻人吧，民众党，然后他们就开始操练怎么去呛游淑慧跟钟小平。那因为我上去的时候前面太多人了，我就不要单独跟那一堆全国议员的上去，我在第3排，我不是没上去，我不是熟辣，是我不要挤到第1排去，好不好？好，游淑慧就到了第1排，对不对？冷不防到了第1排，好，那就被呛。我觉得蓝白合跟这个场合前面先布了500个人，然后在那边沙盘推演怎么做黄国昌，那我们让到这样，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该不该让成这样是第一件事，因为全部都是我们出钱出力，我们然后你不必特别是让摇滚区，你自动进来，谁先进来谁站好位置，我觉得就 OK， 好，那他特别让这一块好。第二，然后那就被呛了嘛，那被呛就变成再回到上一副的逻辑，就出现一个危机啊，你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票是被人家搞走的，他会寄生而取血，我讲吸血难听而取血哈，所以呢，你知道国民党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这个东西，只为了一件事，我们少几个立委被罢免，对吧？是啊，我是国民党党员。那你今天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你让了国民党的基本盘会转移哦，会到白那边，然后而对大罢免却没有帮助，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就少被罢免一个，那是错误的。你觉得到底有没有帮助？谁？白银看不出来，现在真的，因为但是你们眼下有很多国民党都觉得。2026想不到那么远啦，明天的太阳是不是还能照得到我的委员的位置，我都不知道了。叶元之这种地方就跟我有看他在那边讲过，对他的主张我同意，因为死马当活马医，因为一定，你觉得他已经是死马了，所以那马怎么活起来？就是你25我27啦，我认为投票不会超过52%，就我认为48到52中间的区间啦 ，OK， 我就31席了啊。所以必须这样干，你知道吗？可基隆千万不要，基隆你不容易到25，那就不这就安静就好了，冷气机就好了。好，所以我完全支持叶元之是跟黄国昌充分合作，我评27，好，25过太容易了嘛，就正方，我们是反方嘛，对不对？觉得你在逼我要出去拉票了，不是，对，你这一区好，然后这个大罢免案哈。就变成你知道要解决什么事吗？白的事是什么？就我们要解决每一区的仇恨值不同。为什么现在大概平均是41%要罢我们，而叫赞同罢免国民党31个，45%不要平均。但都会区又跟乡村不太一样，似乎有些就是变成40几是就要罢，40是不要罢，是反罢。好，不管。那我们不谈反罢，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又很无聊的一个数字，叫40就可以投出25，因为他们投票率很高，民进党，这第一个，那就40以上的话，可能就要打热战的准备哈，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有40到45不等？就是我们要罢我们31个，那是跟当初的这个赖清德得4成，而蓝白我们6成，是不符合。为什么？ OK， 我们非常重要是每个区的10到20%，仇恨值高就20%。当初投给国民党籍的立委，现在我要罢你，这个要解，这个1票等于2票，太伤，就好像徐小新那时候的民调里面讲，是就好像打篮球，你上篮不进，然后被人家反快攻灌篮，这种就伤士气。那徐小新在改善中，徐小新本来最多到22，现在到15，如果降到10，徐小新都罢不掉，所以怎么样？朱立伦要跟黄国昌合作，以我们为主体干嘛？降低国民党的仇恨值，因为国民党的人60%，连国民党支持者都讨厌国民党立委，这是最难的地方，是这个要破。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哦，我都不体检，你就没有早期发现的机会嘛。所以这个最重要。如果真的讲话，仇恨值要降低，大家来看体检，怎么样能够降低他们的仇恨值？如果照小平刚刚讲。对啊，就低调嘛，压到10，你要压到10就保住了。连包括徐小新那集也把它往下压。可是我刚刚就讲，你会发现，包括在解冻案这些钱的事情，对老百姓应该会有感受吧？
对，就包括那个为什么这次我刚讲大罢免这么风起云涌，是因为那时候罢团一直也在讲，包括预算案被删成什么样，所以会变成这样。那现在减段也是钱，地方补助款也是钱，所以显然蓝委很难从这个地方要脱身。这像刚才上公讲，我去也不是，我不去也不是，我好像怎么样都变得不是。而如果一路再这样往下走，刚刚小平讲，就不管啦，你们就想尽办法降低你的仇恨值啊。对。然后这个时候看不同地区，黄国昌跟白银在不同地区发挥不同的战力，能够这样切割得开吗？当然不行啊！而且现在用4个字来做个简单的这个我的看法啊，叫业力引爆。什么叫业力引爆？就是你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哈，第一个是人的部分，这个有陆续这个接手呢，把不同的题材给抛出来引爆。那第二个是过去你在煽动预算不当的状况，现在你看到好多县市长不是都出来吗？然后批中央啊，但大家其实还是会问一件事嘛：如果你们对现在的预算状况非常有意见的话，那当初为什么你们要让煽动预算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看这个翁小云这2天的谈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呢？来，你看这个麦当劳的事情呢，今天翁小云这个因为讲说这个他动了总统府的预算，然后他讲说这个反正你们这个伙食费没有的话，你们就去买麦当劳啊，可以买水饺、买便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翁小云自己也今天也发现状况不太对，所以他也认为他今天一方面说这个是断章取义，二方面他还强调一件事情，说川普也爱吃麦当劳啊。那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所以买麦当劳给这个让总统府这里面的这些兵去吃是正常的吗？我就想说很奇怪，为什么？我给你看这个总统府的预算，这个预算。总统府的税出里面有编的项目啊，就你照理说，你们就算立法委员你要煽动预算的时候，你也看一下预算的状况。你知道总统府的预算项目里面，在一般行政里面有一行，他就告诉你，他的预算是为了膳食卫生安全作业，好不好？膳食卫生安全作业，然后跟环境清洁。这个项目编了1058万所以换言之，总统府里面这些相关的人，他的伙食的部分，如果不是顾虑到国家安全的话，为什么要编这个预算1058万？那你当初在煽动总统府预算的时候，你都不看一下这个部分，然后今天在质询的时候跑出来跟人家说，那你可以去吃麦当劳啊，你可以去吃水饺，你可以买便当啊，你不觉得这里面逻辑是冲突的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今天的状况是在于说，之前你们煽动预算的时候太爽快了，但是搞不清楚的状况，现在挑出来的时候就业力引爆嘛。那业力引爆还有什么？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这里面呢也是我觉得这2天也是看得莫名其妙啊。这第一个，你看麦玉珍在问海基会啊，为什么你专线被删到只剩下12个小时？过去都可以24小时，为什么只剩12小时？然后海基会就直接回复你啊，就是我们从今年开始才变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删了预算啊。那当他讲出来，海基会告诉你说4块变3块的时候，是告诉你有25%被你们砍掉了嘛？那所以他第二个电话才会从24小时变成12小时啊。那所以他讲这个话，麦玉珍讲这个话表示什么事情？表示你们之前在煽跟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嘛，这是一个嘛。另外一个是你看钟东锦跳出来讲说，立法院砍预算要地方承担是不公平的。钟东锦讲这个话站在县长的角度是没有问题可是苗栗县的生态，苗栗县的2个立法委员邱正军跟陈超明，这2个没有钟东锦力挺的话，这2个人当立委吗？这2个在预算的角度里面是支持谁的？支持在蓝白他煽动预算的角度嘛。那钟东锦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不要跟陈超明讲一下？要不要跟邱正军讲一下？就是你们当初煽动预算的时候，这个时间要不要往后退一下？苗栗县的2个立法委员邱正军跟陈超明，这2个没有钟东锦力挺的话，这2个人当立委吗？这2个在预算的角度里面是支持谁的？支持在蓝白他煽动预算的角度嘛。那钟东锦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不要跟陈超明讲一下？要不要跟邱正军讲一下？就是你们当初煽动预算的时候，这个时间要不要往后退一下？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业力引爆这4个字来形容。就当初你在1月的时候煽跟动煽得很爽，动得也很爽。但是现在看起来新闻出来的时候呢，会回过头来问一件事情啊，并不是我们这样删有些过头就可以。现在你便宜行事耍无赖就砍地方这个要讲这句话，我一定要讲清楚。在节目小平，你讲那个话，我说站在一般的民众在看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说现在的预算状况跟罢免的状况跟你们当初所做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出来喊的这个县市长越多的时候，一般民众就会第一个联想到，那为什么当初你们煽动要这样动预算？而且这里面让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其实反而不是县市长是像麦玉珍这样子，就你连这个删预算会产生什么后果你都不知道啊，然后呢，就你删完了，然后现在看到现象说，为什么24小时变成12小时？这个问题你丢出来的时候，表示你当初连煽动会有什么后果你都不知道，然后也才会为什么翁小玲这个跳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你竟然会这个连
这个总统府这些相关的这些人，你都告诉他说，你去叫麦当劳，你去叫这个水饺，这个一般民众看到只会用莫名其妙4个字来形容，所以等于说在罢免过程里面，这些业力引爆的状况，你只是把整个大罢免继续往下推，让它柴火没有办法停得下来嘛。OK， 来俊伟，其实刚刚小平说要降低仇恨值，仇恨值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很广泛，你也可以说就是厌恶、讨厌，炒包子也算，你们这国民党这些立委在立法院胡说八道。照这些累积起来，这不是一天一夜可以降低。那当然候选人本人的受讨厌程度，那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不过整体性是最严重。为什么？因为他们罢免的选区大投票很接近，都在浊水溪以北了。这台湾从来没有过了，就以前罢免都是个案嘛。一个地方在罢免投票嘛，这次可能是浊水溪以北集体性的投票。从来台湾也没有发生过，所以这其中还是回归到最终的原理，就讨厌的人，他投票的动力高会大一点。好，那这个时候每一个社会事件你都有计算。比如说我们来以刚刚那个国安简报，国安简报如果办成了，大家党主席都集聚在一起，谁得分？你有这个问题吧？可能赖清德，总统大家叫做位。好，第二个。如果办不成，那谁扣分呢？对吧？我该记得你不爱来。这个基本上不要小看这种在我们一般人，也许政治圈的人没有那么敏感，可是民众看事情就一个一个累积嘛。民众其实是讨厌乱。OK， 那已经有一个可以坐下来谈的机会，你想要不要去？黄国昌我们直播，什么扣除机敏？什么叫机敏？谁定义？你直播上，对不？你要当成作秀嘛。那黄国昌乱讲话会伤到谁？伤到国民党被罢免的利益，会伤到朱立伦有机会对等跟面对总统的机会。对，一定乱掉这个对。朱立伦没办法被罢免，这一定是你们的立委倒霉。所以朱需要这个他是主席嘛，对不对？跟黄国昌在那边，你变成你们两个讲好，先讲好，赖会这样讲，那这样就会讲不好。就是说，如果你见面，朱立伦至少有机会。我刚问的谁得分嘛？第一个总统先得分的，朱有程度嘛，他有机会讲话嘛，但是他有一个机会说，我在那个地方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对所以像黄国昌这样一搞的话，这伤到国民党被罢免的利益，这个就是周边有事，大家都有事所以翁小玲讲的话，可能就伤害到叶元之，叶元之虽然已经趴在地上，这怎么这样原来是翁小玲，所以这个的大罢免在接下来，那还有如果一公告大概到7月底了，通常到7月底，这中间每一个事件都会非常敏感。好，假设钱，你说现在砍掉预算，那可能有些民众的权利受到损害，那他会认为谁要负责，他会恨谁？这其实有一点蓝归蓝，绿归绿蓝的可能认为你民进党怎么会砍地方预算呢？那绿的可能会认为你国民党为什么让砍中央的预算 ？OK，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国民党就不利了。他会恨谁？这其实有一点蓝归蓝，绿归绿蓝的可能认为你民进党怎么会砍地方预算呢？那绿的可能会认为你国民党为什么让砍中央的预算 ？OK，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国民党就不利了。为什么？因为痛恨者，他投票激动，因为被罢的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委员。对，OK， 好，那我刚刚一开始讲，各位心里有数。来，俊佑伟，简单的告诉我，你觉得31席经过第3阶，中间还有大概到7月底左右的投票？你觉得30席可能？大家给我一个 range 都没关系。你觉得可能会被罢几席？我觉得130以上的都有机会，18席啊，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就是你要一起串联。OK， 130以上，如果那样就是18席。创下15加减3，15加减3。OK， 那跟也是130以上的可能危险性比较大，多好。10加减10的正负3，10的正负3，所以7席到13席之间有可能会被罢掉，因为这几个数字可能都会影响到刚才俊宪委员讲的，在如果罢掉到补选以前，
那个立法院的结构是整个改变掉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立法院长就要罢了，不知道。是吧？继续。我之前大概从选区结构看，我大概估是6到12席啦。6到12，因为有6区的状况，其实结构上面本来对蓝营就比较不利的，所以有6区的状况其实是比较有机会的。那只是往上哦，你就看到这民众民意的反弹的程度是有机会可以到12席。我们讲估6到12席，不是补选哦，是对第3阶罢免，就是只是被罢。对 ，OK。那三公，我是10正负2吧，10正负2。这个10正负2里头，会不会都会区，尤其像台北、双北，你觉得会是重灾区吗？我觉得4个直辖市里面大概就很有可能出现好几席，因为你看31嘛，对，4个直辖市23席耶，对啊，23席嘛，如果照比例算，创下最喜欢算比例嘛，对不对？对啊。如果照那个比例算，那很高哎，23席啊，然后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你像台东当时是被拉平的，对啊，然后你结构性的问题算下去，还有1、2个选区，很麻烦嘛。OK， 小平你自己5到10吧，5到10，5到10对国民党就很麻烦了。超麻烦，不灭顶之灾，对啊，不是麻烦啊。那个时候朱立伦是不是要请辞下台？不会，你相信我，因为他说你叫后面讲，后面有补选，还可以再补回来。你知道有朱立伦在民进党透斗啊，所以就是你讲的要保护，不是，还是回来问一下朱立伦该不该下台？会有让他下台的声浪，可是问题是。他要下台，他下得来吗？有个新闻没有办法证实，有个新闻不是东豪，我请教你，不是主持人问的，不用说卢秀，第一个听说卢秀燕的，对，第一个你什么时候有没有丢出公告哪一天投票？还没有，没有，主席没有啊。那丢出公告才能知道哪一天投票。那现在那个新闻报啊，上次小戴讲的早了一些嘛，哈，好，那现在说10月才要宣布选不选，那罢免已经。不就变成我这样讲，我大概只能揣摩，我没有问他揣摩一下卢的心态，这是重要的哈。就是这个刚刚讲这个问题，这个大的形势嘛，罢几个。那卢主观是不是一定要选主席？没有。那他不选主席，党就救不起来的话，他就必须选。他选的话，自己选还是代理人郝龙斌代理？假设，然后还有他也不能，即使他要选的话，我认为那个会退，朱会退，可朱不能伤到，朱还是操盘手。5年级的卢是总统，你要在卢的立场想哦，跟利益想哦。如果都老 Coco 了，只剩这个5年级还有经验的，他们不会，他绝对不会跟他交恶。你要从这个方面来盘算，才比较精准。如果刚才来宾所讲的那些数字的话，当然你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往下的递移，因为所有的环境啊，或是所有的事件的发生不同，多少也许会有一些改变。但刚才呢，就是每位来宾从自己的经验和看到所有的事件以后，预估大概会这样。但不管哪一个数字，对国民党来说，小平刚讲，如果真的发生这些的话，恐怕都是个灭顶之灾。是国民党怎么样避免像这样的一些状况？那在整个大罢免费往下一直走，现在2阶目前31了，那30会比几？而再到第3阶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